老大，哦，你还是回来帮我们吧，公司不能没有你。晚了，合同都签了，我已经把自己卖出去了。他们让你赔违约金的话，我替你赔。不是违约金的问题，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打算疯狂一把，最好别在我疯的时候惹我。这本书不错，拿去看看。老大，你真不打算帮我们？等公司缓过来的话，我打算重启虚拟办公室的项目。你就不想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吗？安得广厦千万间，我自己的那间又在哪儿了？你忘了你在天台上跟我说的话？我还打算跟你一起飞黄腾达呢。我可带不动你。你现在翅膀硬了，我不带你照样能飞。哦，对了，听我一句劝，别着急搞那个虚拟办公室的项目，先把北漂房客网做好了才是正格的。反正那个项目已经送你了，你愿意什么时候搞就什么时候搞。老大，行了，今天困了，睡吧。李总，我们公司可是对你们 FB 公司和北漂房客网寄予厚望。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让贵公司的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了。哦，对了，按照协议，过几天我们会派一些财务人员过来，到时候还得麻烦于总配合一下。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哎，老王，司马那边不是说财务尽调的时候发现问题比较多，投委会否定了这次投资吗？怎么突然让咱们投了？投委会也是要听上面的。你别看在公司里我是个副总裁，你是总监，充其量就是个高级点的打工仔。既然上面这么吩咐了，那咱们就这么做呗。可上头有这破公司的股份干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有些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咱们呢只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儿。做棋子儿就要有做棋子儿的觉悟。总结下来呢，8个字儿：冲锋在前，旁观在后。哎，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上面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大宇，你为什么要接受于俊投资派来那些人啊？没有办法，如果不答应的话，咱们就拿不到投资，拿不到投资，咱们的资金链就彻底断了。可问题是现在公司人心惶惶，大家都以为你把公司要卖了。听谁说的？没人说，可每个人心里面都这么想的。尤其是那些人来了以后，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种危机感，大家都以为哪天老板不在了，自己职位忽然就被替代了。听说市场部已走了好几个人了，再这么下去，人心就要散了呀。老子一天干什么都自己的手下管不住。杨子也很用心啊，可问题关键不在杨子那儿，你知道吗？离职的员工基本上都去了北漂生活网。啊，北漂生活网。于总，怎么了？周总也在。是这样，
北漂生活网突然推出了一项优惠政策，跟咱们之前的补贴计划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补贴的金额比咱们高很多，而且他们还规定，只有在北漂生活网上独家发布信息的房东才有资格享受这个优惠。所以什么？所以很多之前在咱们网上登记的房东都纷纷撤了单，转而投向了北漂生活网。而且什么？还有之前跟咱们合作的广告，有几家也不再续约了。我追问了一下，他们也准备在北漂生活网上投。算计得好，算计得好！先用吃里扒外的方式耗干咱们的流动资金，再勾结广告客户，用倒账的方式摆咱们一道。等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入资的公司，再恰到好处的放出新网站成立的消息，害咱们不得不自降身价。接下来一个个的挖走咱们的员工，再用一招釜底抽薪，断绝咱们的房源和广告收入。算计得好！要说回来，这个机会是你还是我送给他的？大玉，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们得想想办法。不对，没那么简单。以陈护生的老谋深算，一定另有目的。他手上肯定还有什么底牌没亮出来。还有底牌？有，那种能置咱们于死地的底牌。马上查一下于京投资的笔，看看他们是不是跟陈护生也有关联。当然，必要的话就是高培富，他对陈护生比咱们更加熟悉。好，我马上去。大玉，于兴投资不是小雨介绍的吗？怎么了？于京投资和陈护生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于京投资怎么会跟陈护生有关？于京投资的控制人是陈护生手下的得力干将。不可能！我特意查了这家公司10几年来所有的人事变动，包括实际控制人的背景，怎么可能跟陈护生有关系？你怀疑我？于鹏岳，请你相信我的职业道德。这不可能啊！之前这家公司的公开资料里没有叫许金这个人，我还特意让张律师帮我查了一遍，我自己又查了一遍，怎么可能跟陈护生有关系呢？小雨，我尊重你的职业道德，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也相信你不会害我，但是公司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张律师查的资料，这是我自己又复查一遍的资料，你仔细看一看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骗你。不用看，我相信你。敌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我、你、张律师，可能都是受害者。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腾飞啊，这件事儿干得漂亮！全老，李总他又干啥了？哎，你让他自己跟你说。没什么，就是利用了于鹏岳一下而已。哎呀，不要太谦虚。是这样，之前我想让一家跟我们有关系的投资公司偷偷的买下他们公司的一部分股权，
询问腾飞意见的时候，他告诉我，于鹏岳这个人很机警，直接接触恐怕很难瞒得过去。他的意见是通过于鹏岳的法务顾问去找他们。法务顾问？对，这个法务顾问叫王若雨，听说于鹏岳正在追求他。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骗过这个叫王若雨的法务顾问，就能骗过于鹏岳。没错，于鹏岳果然亲信了王若雨，把 FB 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卖给了咱们。我还真想看看于鹏岳这小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的表情。哎呀，他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唐飞的意见是在签署完协议之后，将我们和这家投资公司的关系巧妙地予以公开。那这不就打草惊蛇了吗？就算不打草惊蛇，于鹏岳早晚有一天会发现这笔投资是有问题的。如果能借这个机会让于鹏岳对王若雨产生误解，进而对公司所有的人产生怀疑，那就再好不过了。啊，从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哦，是这样啊。那这么一来，北漂房客网那边一定会大乱一阵的。陈老，这件事儿对王若雨不太公平，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是我的主意。如果日后他需要帮助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李总，李总，你是不是对这个王若雨啊也有意思啊？你想来这一箭双雕是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腾飞，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帮你的。你让我跟他们讲和？不是讲和，是合作。你真的不怕我把你当成北漂生活网的卧底啊？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管不着。不过只要事务所没有跟公司解约，或者明确提出让我回去，我就得对我所服务的客户的利益负责任。你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公司的利益负责吗？你怎么觉得我不管？但我觉得是。照现在这个局势看来，我觉得发展到今天，北漂生活网也是没有料到的，他们在这件事情投入的成本可比咱们大多了。是你可以说他们老板有钱砸得起，可再这样接着坚持下去，他们也够肉疼的。更何况现在的商户已经血精了，他们都等着咱们双方抬价。据我所知，已经有一部分已经签约的商户宁愿违约也要重新谈判，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双方都被架在上面了。那又怎么样？再这样下去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谁都落不着好。当然了，你可以用一些办法让对方吃亏，比如说想办法把价钱抬高，让对方跟进，咱们再想办法撤出去，就像是那种拍卖行里的托儿一样。可就算是这样，咱们也实实在在损失了一部分的商户资源，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想让两家合作达成双赢？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而且我觉得，北漂生活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把咱们一棍子打死。你说什么？我是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从一开始打着就是收购和吞并我们的主意。继续说。从一开始的布局来看啊，咱们不难看出他们是有实力直接把咱们压死的，可他们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我想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或者滥发好心，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的。两家公司能掀起来的波浪，是不是要比一家公司大？有竞争，那市场进步的也会快一些。还有一点，我们的一部分核心用户不会为简单的利益所驱动，这就是你之前高明的一点。你把我们北漂房客网做成了一个网上社区，而不是单纯的中介信息平台。这部分核心用户，他们上我们的网站是为了找到一种心理安慰和群体生活，早就脱离了单纯找房子这种功利性的目的。人嘛，总归是故土难离的。北漂生活网如果想要拉拢这部分的客户，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彻底要把这个地方毁灭，而是把他们归为己有。
所以说，我们还有机会。这个也要看之后的发展吧。你可别忘了 ，FB 公司已经有30%的股份在对方的手里。如果他们在收购那些离职管理层手里的零散的股份，那这个数字将会超过1/3，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我现在有点明白，于京投资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咱们30%的股权。这还真是一盘大棋。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毕竟周岩还是你的铁杆，李腾飞和杨子虽然离开公司，但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兄弟。只要他们站在你这一边，FB 公司就不会轻易被对方掌权。那你呢？你会选择哪一边？你让我讨厌的时候，我真想站在对方那边。你这是干嘛呀？偷偷摸摸的，咱是来谈合作的，又不是来偷地雷的。哎，这边，哎，我说你至于吗？全是熟人，我怕他们认出来。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前任老板啊！这次主动过来非来他们谈合作，我多没面子呀！生意场上此一时彼一时，要什么面子啊？死要面子活受罪。赶紧走吧，来不及了。走，慢点。你好，我找一下法务部的孟经理。好的，您稍等一下，我给你打个电话。我说你这个报表是什么情况啊？这不是昨天交给你的问题吗？怎么今天还犯这个问题？还有你这边，工作不是说对接好吗？现在这是什么情况？这个项目挺重要。你这边跟我去帮助办公。今晚。哎，老刘、老黄、张腾好吗？一帮咱公司的不知道我以为我回家了呢。别忘了你自己是来干嘛的，冷静点。这些老菜子。叶总，你给我们定这些指标，我们根本就完不成啊！怎么呢？你看一下上个季度的财报，上次讨论过了吗？你要对这个项目不是，这我们根本不成。不是你谁呀你？哟，杨金伟啊，我怎么在这碰上你了呢？啊？我还以为能在沙滩上看见你呢。你辞职报告里怎么写？你说你想去晒太阳，想去看比基尼美女，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骗谁呢你？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今天把话你给我说清楚了啊！不是你跑这儿！哎，于鹏岳，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的衣服，你在这撒野是吧？你当叛徒的，你撒野是吧？我怎么对你的我？于鹏岳，王新伟，你冷静点。王新伟，你有没有良心你？来，呼出去，出去，出去拿着干嘛？放开呀！出去，不够不够，出去，不够不够。杜云，李腾飞，你什么意思啊？啊，这就是你的杰作是吗？是吗？有什么事进去说，其他人该干嘛干嘛。飞宇，我们俩之间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搅进来，你先回去吧。于鹏岳，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些。我很冷静。
现在就咱们俩人了，你难道不想把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的一切，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吗？虽然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但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我没你这样的兄弟，到底要不要听我说？坦白告诉你，从1年前开始，我就不看好北漂房客网的发展和未来。北漂房客网的模式在创业的初期的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最大的缺点就是门槛太低。像这样第3年才出现同样级别的竞争对手，只能说明于能月你的运气还不错。没有资本的支持，没有横向资源的拓展，北漂房客网的发展已经到头了。这也是你为什么会越来越累、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原因。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甚至我已经开了口，只是你不愿意听我把话说下去。你觉得一切都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见。北漂房客网会在你的带领之下，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巅峰。而实际上呢，恰恰相反。你作为公司的决策人，过于自信，一意孤行，丝毫不给别人说话的空间，不给别人发挥的余地。你所做的事情看似在将公司带上一个又一个高峰，而实际上，你是把缠在脖子上的绳索绕了一圈又一圈。一旦有人握住绳索，你就是死路一条。你说完了是吧？所以说，这就是你跟叶知秋这种人混在一起的理由，这就是你投奔陈虎生、获取高官厚禄的理由，这就是你抄袭剽窃北漂房客网所有的市场手段来打压兄弟的理由，是吗？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叶知秋人品是有问题，但是他对租赁板块的了解，你我谁都比不了。陈虎生是有钱，但我不是为了什么高官厚禄才来到这儿的，我是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披荆斩棘，绕开你这块永远走不下去的老路，重新闯出一条新路。反观你，你都做了些什么？送玫瑰，发汽车，造谣言，散补贴，不停的炒作，不停的营销自己，你早已经偏离了自己的正路。于鹏远，你还记得你创立北漂房客网时候的初心吗？我忘记了初心，我偏离了正路。你别忘了，现在北漂房客网还在为千万的北漂们服务。那是你嘴上说的，请你扪心自问，这半年你把用户当成了什么？你把他们当成人气的数字，当成可变现的流量，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木偶。我那是为了生存。没有人气，没有流量，没有钱，我拿什么生活？我拿什么养公司？你口口声声说你开辟了新路，到头来呢？谁来寻我？谁抄袭我？谁干的跟我同样的事儿？是你，李腾飞。我做的方式和你完全不一样。就拿青年公寓这个项目来说，在你那儿，只可能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但在我这儿，它是政府、企业、北漂三赢的事实。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你也别把别人说的那么的渺小。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商人追逐利益的天性是跟你做的、你想做的、你已经做的格格不入，你懂吗？这就是我们的区别。你选择在茂密的雨林中一块空地来自己成长，只可惜树干还没长到足够的高度，就被其他大树挡得严严实实的。没有阳光，你只有死路一条。但我不同，我要依附于一棵大树上面，靠它的养分来成全自己，不断的向上爬，直到见到阳光的那一天。到时候，我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鸟随鸾凤，飞腾远。这句话是你跟我说的，我现在重新送给你。
那咱们俩就好好比一比，看谁飞得更远，谁能第一个见到阳光。乐意奉陪。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也喜欢小雨，很久了。既然他已经明确的拒绝了你，那我现在追他，不算是不讲道义了吧？你别太过分了。秦师起路，天下共逐之，我觉得没什么过分的。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就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现在还不想让他知道。我们都清楚，小雨有个心结，正好，我们就先看谁能把它解开。狗汉！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没什么。告诉他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顺便告诉他我也喜欢小雨。哦。啊？你也喜欢小雨？怎么？我不能喜欢吗？不是小雨跟大鱼跟小雨，他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既然他已经明确的拒绝了于鹏月，那我追他就没什么不可以的。记住，别的事儿你可以随便说，但这件事儿一定替我保密。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的。这种场面不好受吧？你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毕竟我们去的不是别的公司，来的是陈虎生这儿，我还是挺担心大鱼。我们都很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做。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良药苦口，只有让他痛，才可能会让他醒悟；只有让他醒悟，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放心吧，于鹏月没我们想的那么脆弱。我还是挺担心的，毕竟我们之间跟叶知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再说，现在主控权也在我们手里，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头子，你自己好好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价值，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养心肺，看扁了。去忙吧。放心，我会努力的。哎，还有老大，咱们要不要换个地儿住啊？你说这以后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觉得挺尴尬的。毕竟咱们现在好歹也是个高管，也不差那点租房钱。咱们又没做错什么，干嘛弄得跟自己心虚一样？再说要搬，也是让于鹏月搬。最主要的是，我还想攒点钱，早点把我妈接过来。那大鱼他要是不搬呢？不搬也没关系，我有办法。老大，哎，我那边都帮你收拾好了。好。
大宇，其实我早就想跟你一个房间了，这样咱们还可以多探讨一下问题。妈，你慢点儿。听说吗？北漂生物网的 CEO 就是咱们原来的李总。啊？怎么会这样啊？我听说咱们杨总也去了。那咱们两家斗来斗去的，不成了他们兄弟打架了？商场上无父子，更何况是兄弟呢？这种事儿啊，见多了。你们觉得哪边会赢啊？我觉得吧，现在还很难说。你看啊，李总跟杨总属于一正一邪。咱们的于总跟周总属于一文一武，虽然说咱们这边有先发优势，但是啊，他们有资金优势，现在还特别难说。不过咱们往后慢慢看，好戏还在后头。再过1个月就又到了高校毕业季，据统计，我市每年有毕业生20多万人，其中1半以上的是外地生源。这些外地生源占据了北漂市场的一大部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面对这10多万的潜在客户，市场部决定以毕业季为主题，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活动。这次的活动的主题我们暂定为4年还不够，顾名思义，就是以同学4年间的友谊为纽带，推出我们的毕业生合租计划。你这个毕业生合租计划和他们到中介去找房子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于，我们是通过网络把相识还有不相识的毕业生集合在一起，以一个声音向房东声讨更多的优惠。叶总原来是这方面的行家，我相信你应该最了解房东最害怕什么。空置。没错，房屋空置。以一个2居室为例，如果一间房子先租出去了，那么另外一间房子就会很难租出去。对于房东来说，可选择性很少；对于房客来说，很担心自己与前者的房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房子很难保证它一直有人租。换句话来说，就是有很长的一段空置时间。但是如果选择我们的方案，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组织，我们会让毕业生以整租的方式把整间房子都租下来，然后再进行内部分配。这样，我们为房东解决了因为房屋空置而造成的资金损失，同时毕业生也可以抱团取暖，拧成一股绳，可以跟房东多讨价还价几次。你这个办法我们之前也想过，可现在哪有那么多毕了业还愿意在一起的呀？你别拿你们和于鹏岳来举例啊。所以才需要我们组织啊。按照以前的方式，如果身边人没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匹配条件的，那只能各租各的。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网站，大家就可以拼团，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合适的合租伙伴，开启一段全新的大学生活。杨总，继续。好的。因此，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把这10多万潜在客户尽可能大的转化为我们忠实粉丝，我们决定在高校以及高校附近进行一系列的落地投放。打广告要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我们不会做大而不当的宣传，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以毕业生吃散伙饭为例啊，这是一个传统。我们会在高校附近的餐厅提前进行布置。这可以啊。对呀，花不了多少钱。哎，这不就情感营销吗？哎，这边一个个哭天抹泪的，那边一看咱们的宣传，这毕了业还能在一起，太有感染力了。
打住啊！继续。我们还会向毕业生赠予用来抒发情感的挂窗标语，在各大校园随机派送。一部分印有北漂生活网的 logo， 还有活动信息啊。如果用户想自己编写内容，那当然也可以了，就必须注册登录我们的网站。哎，这个办法也不错呀。我看行。当然，我们也会走一些正常渠道，通过校园 BBS、校园媒体等渠道进行推广。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校园，直接推广此次活动。具体的活动预算，请大家参考后面的附件。怎么样，老大？我刚才表现还不错吧？没听见大家夸你吗？相当不错。谢谢老大。怎么样？跟我出来没错吧？也只有在这儿，你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能力。好好历练。北漂生活网这次新推出的活动，可以说是抓住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心理。我承认，在这个环节上，我们又落后了。不过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我们的网站并不是一家房屋租赁网站，而是一个生活社区。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他们做情感营销，我们就做快乐营销。他们有钱可以打广告，我们没钱也可以做口碑传播。现在大部分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个性相对较强，在集体融合度方面，照10年前的大学生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想，很多毕业生在大学4年宿舍生活过得并没有那么愉快，因此我准备推出一项我的极品室友活动，让大家对那些曾经的室友令人难以吐槽的怪癖集中吐槽。一方面可以抑制北漂生活网对我们进行的合作攻势，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所有毕业生以及在校大学生对我们网站的关注。于鹏岳这是想抄我们的后路啊！那咱怎么办啊？据说他这活动现在闹得声势还挺大的，学校里的学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据说他们还没怎么花钱。这个大宇啊，还真是有两下子啊！他也就这2下子，哗众取宠。我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没错，我们是在踏踏实实的为北漂们服务，而他呢，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不择手段。所以从大义上来讲，他已经输了。咱们先不说这大义不大义，咱们现在问题最主要的是先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急什么？他用在校大学生做文章，我们也做，而且做得更狠，更有理论基础，更猛者大。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吐槽？赶紧上北漂生活网申请青年公寓啊！吓我一跳！现在申请什么青年公寓啊？现在大3，急什么？哎，人家就是给大3准备的。现在申请，明年毕业入住，比同等条件的民房便宜1/4。虽然只能住1年，但最起码可以让你熬过工作实习期呀。他们又出招了，这么快？他们推出了青年公寓第2期，并且声明这期特价公寓只租1年，帮助那些应届的毕业生能够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但是合约到期以后全部收回，供第2年的毕业生使用。那这些学生不就会一直关注他们的网站吗？没错，一下子就收拢了人心，好手段。太岳，那我早就知道，论资金实力、社会资源，我们比不过他们。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创造力以及对市场的提前判断。现在正是手机 APP 最火爆的时候，幸好咱们早有准备，这一下至少比他们提前了半年。大家再加把劲啊！今天晚上商业活齐了。那个于鹏岳那小子以为上线一个破 APP 就能超过我们，那是痴心妄想。
要说我们起步也比他晚不了几天，更何况我们北漂生活网有的是钱，有的是人，一个不够我招两个，两个不够我招四个，四个不够我招8个，我就不相信1个月之内我们完成不了它。啊，大家好好干，等我们 APP 上线的那天，让李总亲自给我们发奖金。有礼物领啊！礼物在这边，你看看这个。送礼啊！麻烦对，很好。啊，你看。哦，你扫这个就行是吧？好。有个 app 哎，要不要扫一下？你没准能便宜点。我来扫。1个月，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但手机 APP 也上线了，还把特约用户也绑在了一起。我怎么就没想到？大鱼，你也别太自责了。软件开发本来就有这样，进度和投入的人力物力基本成正比。他们速度那么快，那么早启动这个项目，说明他们也下了大力气，花了血本啊。我算看明白了，不管我们使出哪一招，人家就用一招，用钱砸。手机 APP、青年公寓。校园广告哪个不是虚的？背地里只有一个字，就是钱。没有钱什么都干不成。哎，大鱼，这万一也是他们的陷阱呢？他们肯定知道咱们缺钱，所以想着法引咱们花钱，这样就能逼公司出售更多的股份。你可别忘了，老大跟杨大那边的股份可在他们那边，咱们手里只剩54%了。这万一小雨他在这个……小雨，到那之后吓我一大跳，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这是怨我，紫杉推3阻4的，我也没说非去看看他。你也别自责，最近都太忙了。我真的是忙疯了，不然我一定会去看看的。你来干嘛？我来找小雨。现在请你出去。哎，于鹏越，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腾飞来找，不说我都知道。他们公司占据了 FB46%的股权，现在又来打你这5%股权的主意。李腾飞啊，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的面挖人，你好意思吗？真是这么长时间，你一点长进都没有，还只会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跟你吵，所以请你出去。你心情不好，请我出去？拜托，这是我的公司，麻烦请你出去。这里是小雨的办公室，他有权见任何一个他想见的人。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们在聊私事儿，要好的话你出去好。私事？什么私事？哎，于鹏越，你差不多了。腾飞来找我是说紫杉的事情。紫杉自打搬走之后，我每次见他都推3阻4的。要不是腾飞实在放心不下去看紫杉，我到今天都被蒙在鼓里。紫杉她一直在生病，整个人瘦了10多斤。哎，说来紫杉也是你的朋友吧？她搬走之后，你给她打过1个电话吗？你去看过她一面吗？你觉得别人都像你一样，只顾眼前那点股份那点利益？你太令我失望了。我现在要去看紫杉。哎呀，哎。
怎么了？让小雨给骂了？你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小子，这个点叫我出来，脸上的表情还这么丧气，能有什么事儿啊？总不会是打算开口问我？放心，我就算把自己卖了，也不会管您借1分钱。就是心里郁闷，想找您聊聊天。那痛快说，是不是又得罪小雨了？李腾飞来找小雨，被我撞见了，后来吵了一架，我以为他是过来挖墙脚的。那其实呢？其实就是来挖墙脚的呀。小雨说完我之后，我还觉得挺内疚的。可等您的时候，我才琢磨过来。琢磨过来什么了？其实这一切李腾飞早就算计好了。表面上来找小雨是为了紫珊的事，可实际上呢，就是想让我看见，然后激怒我，让小雨觉得我就是一个冲动、易怒、暴躁的人。结果呢，他成功了。让我说你什么好？你是不是傻？明明知道是个套，还往里钻。我当时不是脑子一热吗？那后来呢？后来你向小雨道歉了没？道歉了呀，没搭理我，人家根本就。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听我的意见？我要是知道怎么让闺女原谅我，我当初怎么会去找你啊？啊？那您之前是怎么求她原谅的呀？各种哄啊，各种心疼啊，给钱，送礼物，带她去吃好吃的。我是她爹啊，对吧？我挣那么多钱图啥？为谁？不都是为了她吗？怎么花钱我都舍得。您这也太简单粗暴了，难怪她一直不原谅您。那你给我支个招，你有什么好主意？我觉着啊，小雨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些物质上的需求，她要的仅仅是一个作为父亲最简单的关心。我还不够关心她吗？我就差天天跟着她，给她做保镖了。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您得把自己做回一个普通人，你明白吗？普通人，你想象一下，20年前你没钱的时候什么样？你想象一下，作为一个正常的父亲，该对女儿做些什么，对不对？对呀，对呀。我知道怎么让她原谅我了，不过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才能去做啊，对不对？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啊，自己去琢磨吧。我先走了。哎，王叔，我这事怎么办啊？我这事儿。真是当爹比当孙子还难啊！小雨呢？他陪子珊看病去了。算了，不等他，咱们先开会。通过这段期间，大家开源节流，总算为公司又攒下了一笔家底儿。而且第4季度马上就要到了，这是1年中宣传的好时候，所以我决定，咱们集中火力，再做一波广告。怎么了啊？什么？快坐。我跟你讲，这波广告主要覆盖在国庆、元旦、中秋等重要节日，甚至在转过年来的春节宣传活动上，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您还要投广告啊？怎么了？啊，没什么。老邢，你现在也算公司仅存的元老了，这又没外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行，那我就说了。于总，您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心气儿都挺高的，都觉得这北漂生活网这么打压咱们，他们都扛过来了，资金也开始充裕起来了，都觉得是有盼头。这是好事啊！是好事，是好事。可是什么？可是大家都觉得呀，您会把这笔钱
户干了1年，这年终奖没了。哎，看到他们许给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的新家电、新衣服、新玩具，没了。所以我觉得，就算您这广告投放的再精准，可人心散了呀，咱还是有点得不偿失，不是？是啊，大宇，我也觉得你应该慎重考虑一下。老邢，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能留在公司的不都只是为了钱？如果是为了钱的话，当初李腾飞挖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咱们北漂房客网打一次翻身仗的好机会，员工们不会不理解的。只要熬过去，我相信北漂房客网一定会面临新的机遇。我向你保证，只要公司这次渡过难关，留在公司的员工我一定会重重有奖。老邢，你们就再支持我一次，行吗？于总，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意见，我听您的。老邢，我答应你，等这次推广活动做完之后，我给你加薪。员工那边你就都费心了。哦，还有，为了保密，在活动具体执行之前，我希望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具体的方案呢，我已经发到各位的邮箱里了。你来负责媒体的排期，小雨负责起草合同，和我参与价格谈判。哎，大宇，那我呢？这次的活动用不上技术部门，你就负责帮我们查缺补漏吧。哦，好，具体呢，我把细节跟大家说一下。李总，你说你这招管用吗？这话放出去，谁信呢？谣言能否生效，不在于真假，而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它。只要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即使再假的谣言，也会有市场。对了，这一点叶总应该深有体会才是啊。嗨，我这不是琢磨着于鹏也是玩阴谋的行家吗？怕我们玩不过他。我这不是阴谋，是彻彻底底的阳谋。见。于总，签个字。遵命。大宇，哎，这儿呢。敲门啊？什么事儿啊？哎，小雨，刚才有2个员工找我辞职，我挽留了好久，他们才说了实话。这2天北漂生活网那边发来消息，说年底要发放巨额奖金，不管来的早晚，只要在年底前入职，人人有份儿。咱们的公司员工都知道今年没有奖金，现在人心惶惶，每个人想办法准备年底前跳槽过去呢。腾飞，你冷静点儿，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一个公司的奖金分配应该是很机密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散出消息来？而且现在才10月，这个时候谈年底的奖金发放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还说什么不论早晚人人有份，这不是打老员工的脸吗？我倒觉得这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阴谋。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李腾飞知道咱们的处境，他就是想用流言蜚语瓦解公司人的心，真够狠的，1分钱不花就已经让咱们的员工人在曹营心在汉。那要是咱们也告诉员工年底前发放奖金呢？那就更如他们的意了。如果发少了的话，员工呢就会有对比，会增加对公司的不满情绪；如果多发的话，员工倒是开心了，那我们后期就没有流动资金再搞新的项目，就会被他们拉得更远。这点手段还难不倒我。他想当刘皇叔，偏不让他如愿。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因为公司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流言在传。
不少人听到以后甚至信以为真，蠢蠢欲动，相互串联。我明白大家的心思，谁不想多赚点钱？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这根本就不是流言，而是谣言。换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想？辛辛苦苦的在公司工作了1年，马上就要拿到年终奖了，突然间公司来了一批新人，只干了几天，却拿的奖金跟你们一样，你们愿意吗？你们当然不愿意了。从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公司，到鼎盛时期规模接近100人，这一路走来，里面有多少的酸甜苦辣？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走前人走过的路，我们只是开辟了一条先人从未走过的路。虽然这条路很难走，一路上披荆斩棘，但我从不后悔。为什么？因为我们成功了，我们开创了历史的篇章。我们不但创造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造福了千千万万的北漂们的生活。我们值得为自己骄傲。我从来不亏待员工，尤其是那些在公司举步维艰的时候依然追随我们的员工。你们是公司的脊梁，只要有你们在，我就有信心面对一切困难，带你们重建昔日的辉煌。我宣布，公司将拿出150万作为大家的年终奖金，在春节前发。还是老规矩，不论级别，不论职位，只论绩效和贡献。可就在刚刚，公司又有5个有资格拿到这样奖金的人离开了，也就是说，你们其他人又可以多得10%的奖金。不行啊，大鱼，你把钱都发奖金了，明年拿这么多市场活动，拿这么多新的项目啊？周岩，我知道你是为公司考虑，但是公司不是你跟我的，而是大家的。那也不行，发钱的时候倒是痛快了，可将来怎么办？你不能竭泽而渔啊！我说过，公司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员工。如果没有员工们的努力，哪来的公司？再说了，还有4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大家能赚回来。这不一样，当初咱们是一枝独秀，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刚才已经宣布了，这个年终奖我一定要发。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私下讨论。那行吧，钱我不要了，公司能省一点是一点吧。是啊，于总，我那份也会。我是公司的老员工，您刚才说的我深有体会。既然公司现在需要用钱的地方这么多，您就拿去用。我的也不要了。大鱼，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就这几万块钱，你说我们拿了，一夜之间也不能变成富翁啊。与其存在银行，我们不如拿出来支持公司。对呀，于总，您就当是我们几个老员工把钱借给公司的，这还不行吗？借？没错，我们把年终奖借给公司，等明年发的时候，一起还给我们就行了。不过于总，这利息，您给我们算的高点呗。那好吧，老邢，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利息就按10%算吧。这么多呢？于总，我的奖金现在暂时也用不到，能不能借给公司啊？当然可以，只要是自愿的，都是10%。谢谢于总。我没想好， 10%的利息啊！你说这个到时候能兑现吗？应该可以。我觉得于总说话还是很靠谱的，公司这样也没见他亏待员工吧？总比我们把钱投给那些会跑路的 PPT 公司强吧？前段时间那个风雅不就爆雷了吗？哎，也是，要不咱们试试？
行，试试看吧。反正我也没指望公司今年能发钱，当买彩票。我也投。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于总，于总，结果出来了，只有4个人想落袋为安。看来咱这出戏呀，还真没赔。想想也真不知道该哭还是笑。一会儿该怎么说都记住了。记住了。好，去吧。哟，周总，王律师，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都安排好了。香月，进去吧。还是算了吧，这种事情我实在是做不来，你们还是自己来吧。香月，哎，我知道，你们几位啊，都不是那种爱算计人的人，特别是算计自己人。可这回，咱不是被逼到这份上吗？您放心，有什么事儿都算我头上。为了公司，这个雷我来顶。老谢啊，走吧。有这种办法糊弄大家，真觉得心里有亏。您不能这么想啊！这钱咱又不是不发了，只不过是周期从4个月延长到了16个月。那每个人还都到王律师那儿签了协议的。要我说呀，还是您平时对大伙儿太好了，大伙儿都信任您。要不然谁敢把这奖金借给公司啊？这事儿要搁别的地儿，听都没听说过。就冲大伙对我这份信任，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哎呀，这袁一伟啊，至少得发200万，才能跟北漂生活网那边打一平手。让您这么一弄，咱只发150万的奖金和10来万的利息，大家还都觉得自己赚着了。哎，最关键的是啊，这么一来，这军心可就稳了。估计未来这几个月不会再有人辞职了。现如今这中小企业想到外边融个资、拆个借，怎么也得12%起步吧，20%的都有。像咱们这样，就花10%的利息就给他搞定。您说这事儿要那边知道了，还不得把他们给气死？李腾飞才不会生气呢，估计他还得帮咱一把。他真这么说的？是啊，于总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信他那套，我还是比较相信您，所以就投奔您这儿来了。相信我？相信我什么？您不是说只要过来年底就有奖金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公司里都传着。你也知道那是传言，既然是传言，为什么要信呢？于鹏岳说的没错，如果干了1个季度和苦干1年的拿的一样多，那我这公司的人心岂不是散了？可是李总，我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我得好好查查。行了，回你公司忙吧。李总，我都已经辞职了呀，专门是为投奔您来的呀。我什么时候说要你了？您不是说……你都说了，那是谣言，不是真的。行了，文文送客。李总，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吧。李总，李总，您再给我个机会。李总，我干什么都行啊，李总。李总，不要赶我走啊，李总。于总，于总，于总，你再给我个机会啊，于总。我来走，我来，我错了。我说老沙，还是回去吧。男子汉大丈夫，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就得负责。邢经理，您再跟于总替我求求情吧，这次我真的不想走了，真的不想走了。不是我说你，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能犯这种错？要我说呀，你还是赶紧投简历找工作去吧，啊，兴许能找一个干3个月就拿全年年终奖的。啊，邢经理，您再跟我替于总求求情吧，求求您了。我知道错了，走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邢经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大宇，老让他们这样喊，多影响工作。没事，让他们喊去。
他们不来，我想花钱请他们来。他们只要多喊喊，留下的人才懂得珍惜。可是我总觉得这样摆弄人心有点不太好。何止是不好，简直是在玩火，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我能不知道是在玩火吗？知道你还这么干？我也是没有办法才逼到这一步的。现在公司管理层的人已经走了一半了，如果大家再不齐心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争我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一步。好了好了，现在既然人心已经定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反击啊？我打算再推出一个新活动。春节对于所有的北漂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它不同于其他的节日，更像是一个充满了亲情的神圣的仪式，牵动着每一个游子的心。大家想一想，他们辛苦劳动了一年，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和亲朋好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吗？在见到亲人和妻儿那一刻，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心里话想对他们说，很多的苦与他们倾诉，很多的快乐与他们分享。因此，我想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些北漂们在网上对这些亲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选出最真诚、最浪漫、最幸运的多位参与者，赠送他们免费的回乡车票，并且送上咱们的一句祝福。因此，本次活动的主题就叫做“让爱免费回家”。哎，我觉得于总的创意非常好。既然咱们在资金实力上比不上人家，那我们就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借助北漂心中对家人的思念，达到咱们扩大影响、增加流量的目的。绝了，绝了！我也觉得行。可是万一咱们搞那么多票被人家当成黄牛党怎么办啊？你也太实在了，咱们只需要赠送他们相应票值的奖金不就完了吗？我知道本次活动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讨论，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把一个大调子定下来，至于其他的，我们再做深化。那你有没有想过，咱们的竞争对手北漂生活网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对呀，万一他们抄咱们创意怎么办啊？实不相瞒，我就等着他们抄呢。最近一段时间，北漂房客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啊，那个于鹏岳那边啊，在跟咱们争夺铁路问题失败之后，重新把重心放在了网络上，新搞了一个什么叫做“让爱免费回家”的活动，来拉动人气。免费回家？哎呀，这说白了就是，让这个网友啊，在春节前对家里人说句心里话，然后再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给他们报销回家车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觉得这是于鹏岳一贯的操作方式，以小博大，以柔克刚。他一定是觉得在资金方面比不过我们，所以就开始打感情牌。没错，不过我觉得大鱼这个感情牌啊，真的打得恰到好处，这现场的人嗨了去了。打住啊！别老大鱼啊！包括你，什么于总啊？你们现在是在北漂生活网和于鹏岳是竞争关系，于鹏岳是你们的敌人。这叫什么不就是一代号吗？叫大鱼怎么了？叫他大鱼你能省块肉是怎么着啊？这是态度问题。什么的？有这个精力聊聊正事。老叶，说说你的想法。要我说简单，直接拿过来啊，奖金翻倍，中奖几率翻倍，妥定。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兵者，诡道也。自古以来，兵就不厌诈，这都不知道。什么诈不诈的啊？长脑子干嘛使？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抄别人的有意思吗？自己动动脑子想想办法。你这让别人知道，也不让人笑话死呀？笑话？谁笑话我？他能够让网友给家里说句心里话，我们就不能让网友给家里带句贴心话吗？稍微变变，不就是自己的东西吗？那你这不还是抄吗？啊？你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丢什么人？怕丢人就别做生意。
再说了，同行相互借鉴的例子多了去了啊。照你这么说，人家干了我们就不能干，这不是胡闹吗？有句话说得好，叫一直在模仿，从未被起诉。学着，这才是做生意的最高境界。我看你是无耻的最高境界。那你说谁无耻？说你呢？能不能聊正事？这既然没有其他办法，那就先按老爷的。杨子老婆，去做一份类似的方案。啊，重要的是在奖金数量和获奖概率上面压过他们。人要是不要脸呀，神仙都难做。听说了吗？北漂房客网最近搞活动呢，报销春节回家车票。哎呀，你这哪辈子的消息啊？不仅他们有，北漂生活网也有，而且中奖率比他们还高呢。那你参加哪个了？当然是两边都下注呢，又没说不能参加对方的是吧？万一中了，还能省小1000多块钱呢。对呀。北漂生活网那个送回家路费的活动你参加了吗？参加了。哎，不是北漂房客网吗？是吗？我怎么记得是北漂生活网？咱们是两家都有？有可能。哎，机会多了还不好，咱们两家都参与呗。对，这个北漂房客网啊，是最先发起，这个北漂生活网呢是后来跟进的。但是，北漂生活网的奖金呢，是北漂房客网的好几倍啊！哥，我知道，我们就上北漂生活网。你是不是傻？啊？虽然说这个北漂房客网的中奖率低了一点，但是这是白给的一次机会啊！哎呀，安全第一，两家都上啊！老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明明我们比于红月那边投入的资金要多得多，在宣传力度上面也比他们大得多，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关注度和这个参与人数上，这个距离就是拉不开呢？我想不明白啊！我们这次是上了于鹏月的当了。上当？哎呀，于总，我简直就是服了你了！现在咱们的客户访问跟北漂生活网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可咱们的投入还不到他们的1/10。您是怎么说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概率圈套而已。对于用户而言，他们才不管哪边中奖率高，哪边给的钱多，只要有可能，他们一定选上。这不就是搭便车吗？妙，太妙了！其实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抄袭我们，我是故意让他们抄的。那他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要开始咱们的新活动。哎，胖子，北漂房客网那活动你参加了吗？我过年又不回家，参加什么？春新活动你知道吗？不用回家也能参加，到时候给你爸妈寄机票，让他们飞过来跟你一起过年。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哎，哥，你说这北漂生活网真送机票，那他得花多少钱啊？你是不是傻啊？我问你们，这春节到了，是出北方市的人多，还是回北方市的人多？出北方市的人多。不打你，这回说对了。哎，那我问你，既然人家出去的时候是全价机票，回来的时候恨不得打1折，这就是人家聪明的地方。哎呀，这些后生啊，终于学会了安全第一。咱们这次又被大鱼耍了，他也太狡猾了，这不是避重就轻吗？没办法，谁让他脑子就是比咱几个好使呢？这套组合拳，估计他早就想好了。哎呀，练吧。怎么样？李腾飞那边跟进了吗？跟进了。
不过这回他们也学聪明，这中奖概率和奖金呢，都比原来低了很多，惹得网友们这通骂。这就叫升米恩，斗米仇。还有，抓住他们3番5次抄袭咱们活动这一点，我要大肆的宣传一下，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北漂生活网只会抄袭，只配永远跟在咱们。散会。枯树逢春发新芽，这颗盆景长得很特别。哎，你是怎么养的？说来惭愧，去年冬天太忙，一直没顾上照料，叶子都掉光了。本来以为它已经死了，就搁那儿一直没管它。没想到生命力还挺顽强的，到了春天竟然开始发芽。所以说，光看表面，容易影响判断，容易被迷惑。腾飞，你这半年，你的所作所为，可有点让我失望啊。是，于鹏岳是比别人聪明了一点，可是，在商场上，这点小聪明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呀，还是太年轻、太单纯了一点，总是想着能光明正大的生活的。可是你别忘了，咱们现在是真刀真枪的做生意，不是你们当初在学校比拼学习成绩。其实，知秋给你出过好多好的点子，可是你都没有用啊。就拿去年年底的事来说吧，如果当初你们几个股东坚持要 FB 公司分红，最起码也能让他们焦头烂额一阵。我没说错吧？陈老，我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腾飞啊，这次来，我是想给你提个醒，公司一定要尽快的实现盈利。别看现在钱花的痛快，如果将来收不回来，那就只有痛苦了。我明白，陈老，我一定会抓紧时间，早日打开于鹏岳。那你忙着，我先走了。这就送下我吧。哎，好的，陈老。陈老，你慢走。好。陈老，您觉不觉得李腾飞和于鹏岳会不会有什么私下的协议？您瞅瞅，这半年多来，他们俩是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打的是很热闹，可就是见不到成效。这北漂房客网不仅活过来了，而且越办越兴旺，这不符合您之前的战略预期啊。李腾飞能力是有的，可惜有时候太讲原则。你在这里要好好帮他出主意。可我出的主意，他都不听啊。我今天不是帮你说话了吗？你放心，他明白我的意思，你就只管帮他出主意，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办。
我明白，我听您的。还有，你刚才说的事情，你也不能不防，悄悄的帮我盯着点他。明白。就记住一点，李腾飞不动，我们就推着他动，逼着他动，直到把他逼上绝路，逼得他跟于鹏岳彻底撕开面子，那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我明白了。知秋啊，说实话，我对于鹏岳搞出来的这套模式，还是很有信心的。只可惜这小子太没有商业头脑。李腾飞跟他也一样，满脑子都是家国情怀、仁义道德。不说别的，就拿青年公寓这个项目来说吧，在他们手里，几乎变成了一个不赚钱的公益项目。如果让我来运作的话，起码有好几种获得收益的方法。陈老，这个项目我也想过，可除了房租，还能怎么挣钱？房租只是收益的一部分，关键是要挖掘出更多潜在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出积分入驻政策，让学生们在咱们的网站上完成任务获得积分。花钱的任务给的积分多一些，不花钱的任务给的积分少一些。总之，只要积分够了，学生们一毕业就有资格入住既便宜又舒适的青年公寓。对呀，这么一来，他们从大一就得和我们密不可分。在校期间，不断的在咱们的网站上发帖、购物、签到、贷款、参加线下活动，这不就把咱们青年公寓让利的那部分钱又挣回来了吗？哎呀，程老，您有这么好的主意，怎么不早指导我们工作呢？哎呀，这些事儿不用着急，只要统一了市场，早晚都是我们碗里的菜。之前我只是略微的纵容了一下于鹏岳他们，现在该是收紧绳索的时候了，明白吗？明白。李腾飞，我要用，但我要控制使用。志秋啊，你才是我心里执掌这家公司的最佳人选。老大，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呢？这眼瞅着叶知秋就把你挤下去了。两个老狐狸聊天，没句真话，听听就算了。这回真不是听听就算了，我当时在柱子后面听得一清二楚。这陈武生离我也就2米远，而且调门还特别高，还拿这个青年公寓项目举例呢，说咱们太专了，要把公司交给叶知秋执掌。你说陈武生当时离你只有2米，而且说话声音特别大。啊。我明白了，人这话呀，就是说给你听的。不是说给我听干什么呀？肯定是看见你在那儿了，想借用你的嘴告诉我他们想做什么，然后利用叶知秋刺激一下我们，提高一下我们的工作积极性，再给老叶打一剂鸡血。果然是老江湖啊，随便一招就是1箭3雕。哎呦，真是防不胜防啊！哎，干嘛去？下班回家了呗。你们这些聪明人的世界，我是真玩不了。真的，越跟你们在一块儿，我越觉得自己智商不高。有时候啊，我还是真是挺怀念上大学时候的。走了啊，早点回去。